我叫于博。好，咱们狠人的叙事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是温情的家庭的内容。不是说他们两个结婚之后的家庭啊。我妈很传统的东北母亲，教育观念传统，到现在是那种干点什么都给你挑毛病的母亲，对她好的不行。今年母亲节给她买了个包，她说给妈妈买包，妈妈是开心的呀。但如果这个包是你自己做的，不是更有意义了吗？什么话？我大学在上海，又不是在莆田。这话听了我都后怕，因为我原计划打算给他打4000块钱，即使打钱也这么说，给妈妈打钱，妈妈是开心的。但如果那钱是你自己印的啊，那你就开心不了多长时间了。从小教育观念相对传统，掌控感有点强。2010年左右，每天给我5毛钱。10年5毛，10年世博会都开完了5毛。然后和我说你省着点花。5毛，是当时市面上流通的最小货币单元。他只要省着点就没有花。那叫攒着点花。这都不是每天都有，上学才有。兜里有5毛钱的小孩上学会自卑，5毛上学什么都干不了，5毛上学，我说你都不如少给我2毛，妈剩3毛我流浪呢。没有，我妈说妈不是不给你钱，妈就是把钱留给以后你去上海大城市买房的。没买。但这句话是小时候拒绝我需求的理由。我说妈妈，我想吃一只鸡。没法。我说肯德基求你，不许吃啊。再给你那个首付吃没了。啥玩意儿？吃只鸡给房子吃没了？吃那啥鸡呀？住房公鸡呀？不是，他就是可能攒1倍的钱付一套首付，说这房子就送你了。我说啊，那房贷呢？有人这么送礼吗？哥们23岁在上海还房贷，我必还不上，我必当老赖，我必赖，让我今天还房贷就花我前23年的毕生积蓄，还1个月。然后第2月在那房子里饿死。这是一套纯手工凶宅。我妈原话：哎呦，房子越早买越好。我说真事儿吗？那你要不10岁给我买吧，每天还5毛钱。我确实有想过，我想当10岁的老赖，因为10岁老赖帅。23岁老赖就是社会的边缘分子，但你切记，10岁老赖没有人当过。10岁呀，同学们幼稚至极，体育课，哎，我当迪迦的召唤者，我往那一站就是失信的执行人。那1个2个小奥特曼，小罗永浩。这个我给。和那同学就玩不到一块儿去啊！班级60个小孩去春游，就哥们1个人坐不了高铁。我妈很喜欢给自己的教育方式扣一个帽子，叫很流行现在吃苦教育。妈是希望你把好日子留在后边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哎呦，这句话说实话，我现在有点不理解，因为我妈好像也不是这个观念。真的吃过苦的人不认同这个。谁吃过苦？我姥。当年河南自然灾害之后闯关东逃难来的黑龙江啊，这一路上吃尽了人间疾苦，对吗？他成为人上人了吗？他成为了一个东北人。他那脑子里就没有成为人上人的念头，只有一个纳乌克热说你飘向北方。尤其我知道他没有过上好日子，因为这2年他经常和我说，老希望你能上南方。话里话外就是，哎呀妈，老后悔了。当年呢，走过了。
那帮的狡猾的人上人在北京就已经下车了。我能理解我妈，上一代希望下一代能替他们完成他们年轻未尽的遗憾。我问过我妈啊，你遗憾什么？她说：哎呦，很遗憾当年家人没有给我买房，很遗憾当年没有考上研究生。我说妈妈，你中专毕业考不了研究生呢。但我也想有我自己的人生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事争执过很长时间。我跟我妈说我不想读研，我妈因为我不读研这个事每一天打电话阴阳怪气，每一天一打电话我说妈怎么了？她妈能怎么？哎呦，妈不能怎么，妈就觉得哎呦，妈要是生了个研究生就好了。啥话呀？那玩意儿是生出来的，咋生啊？生着生着脐带拽了本硕士毕业证。他那理论都有点变态。这么说你现在还行啊，985本科还够用，但妈告诉你不用多5年，5年之后这个世界上所有没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啊，都将被淘汰。我不知道今天幸存率大概有多少，但我调查过，中国大概有1000多万的研究生和14亿淘汰者。99.5%以上的人叫什么淘汰？这叫灭绝。每次想到这儿更不想读研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家世世代代没有任何一个研究生，我们家得灭门。哥们儿是个孝子，不能独活。当我后来很坦诚，我和妈说是真的，妈妈，我真的受不了高压的应试教育，真让我读研，我坚持不住，一定在第3年受不了，我直接就自杀了。第3年之后见着我就。我妈在这，妈第3年那就只能读2年半的专硕了。讲到这儿，谢谢苗于博，拜拜。谢谢于博的表演。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于博。上场之前，为了不给这个新朋友太多压力，没有跟大家交代，于博是上一段复活金牌的持有者之一。第一赛段表现确实非常精彩，因为上一场确实比较惊艳啊。然后今天这个吧，就看您这个台风，都让我想起像张鹤伦了，我都。可能因为我太熟了，对，我不想给张鹤伦投票。我觉得那个就是有一个地方有点想拍没拍，就是小罗永浩那儿。哦，我拍了，单纯是喜欢罗永浩老师。我听见这仨字我就拍，拍完我才想起他不是什么好意，随份的。因为你上一次讲的，我记得是清北班，就是学校的高压 PUA 的那些东西。小地方的那些。对，就是那个社会话题选取的非常的有现实主义，就很批判。现在今天这个讲的呢，我觉得你还是其实想讲这种社会话题，就大家不要盲目的对。这个学历的崇拜啊等等，但是就没有那个那么上劲儿。今天其实有点想把它更个人一点。第一篇可能听完之后会觉得我的身份为什么会让我聊这些东西，这一篇我就想先尽量讲一下我这个个人为什么会聊这些东西，然后好不好就再说吧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他00后啊，00后。而且其实你们看他就是外表比较粗犷，比较那什么不着调，甚至这是同济大学的高材生。他身上这个少年老成的这劲儿跟大林有一拼，不像好话，这他真是一颗老灵魂啊。你发现吧，就是一个手抄后头，弯着腰弓着背，一个手叼着烟袋，那个劲儿啊，烟袋不好吧？这是你的风格吗？我确实，我平时就是大概这个状态。我从小就很老，从小就很老，这是能感觉到他在他自己那个逻辑里面啊，一直在那儿走啊，自己那什么的啊，挺好的。宝贝，我觉得很好，我是妈妈，我听了很有感觉。佩岑，你在浪姐发生了什么？到底？我觉得非常好，而且我希望你多多聊亲子关系，聊聊妈妈给你的影响。
其实你刚刚讲妈妈说哦，前面先苦后甘，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现在是跟我小孩讲，你现在很幸福，以后苦日子可多了。但是我知道，就是妈妈、爸爸对孩子的期待，对小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压力，但是他可以用很诙谐的方式把它聊出来，我觉得很棒。你不要觉得不好，继续写。这个佩岑姐把没有用在自己家孩子身上的鼓励全用你这儿。但确实是能知道于博是很用心写这个东西，因为其实就是父母对你单一的期待，对你造成的这个巨大的压力，其实它是一直都在，从小到大你一直都无法摆脱。就是现实也没有说什么一定做了什么让我能反抗我妈那些东西，但还是先表面就是不是表面就是，把实话说出来了。生活里会比较顺从，然后把这个说出来就能接着顺从，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嘛。其实我觉得很遗憾的点在于，就是您聊关于母亲的这个母子关系，没有给她更多的笔墨。其实我会更愿意听听妈妈到底是怎样的人，或者她为什么会这么做。在咱们这儿，因为咱俩都是孩子嘛，我们都会从孩子视角去看。但其实从佩岑姐人作为母亲视角看，就其实我们会更愿意看看那方面的事儿。如果下次你还想写这方面议题的话，你可以多写写她。这个确实难写，因为有再多想吐槽的东西，有再多具体的事儿，这个跟自己爸妈是非常真切的爱，非常真切的感情，你就很难拿捏那个吐槽的尺度。他不可能像大宅对黄焖鸡米饭就是单纯的恨，对，那个就很过瘾，是吧？我可以说完之后这辈子都不吃黄焖鸡米饭，但是你可能晚上就要回去，和我妈还得处呢。但听出来你跟罗小浩不想处。那于博获得了气氛组的2票，也请你先回到对战区休息。下一位要上场的也是今年的新人，第一场的时候聊了很多跟爷爷之间的故事，而这一场又要带来怎样的表演？掌声有请徐指导。哎，你们好，我叫徐指导啊。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循规蹈矩的人啊，尤其在这个交通规则方面，因为我之前骑电驴被车撞过，就这个车祸它不严重，但猎奇啊，因为我是被一辆这个警车撞的，我当时倒在地上我都蒙圈了，我说怎么现在这个不戴头盔这个处罚力度这么大吗？啊！就你们都开始就地正法了是吧？当然人家也是不小心，但就周围都没有人敢扶我起来。这么年轻的逃犯啊！我说这种交通事故他能不能报警？咱别打个电话，他手机响了。我没敢报警，他把我抱上了警车，为了送我去医院啊，那个场面真的很诡异。我这边耳朵着地，摔的是血肉模糊，我就那个画面，黑猫警长带着一只耳走了，你们见过吗？但我觉得我应该是这辈子唯一一次有机会坐警车了，因为我从小就是个老实孩子啊，就阿烟他哥那种打架的事情，我从小到大啊只参与过一次，是被人骗去的。当时中学周末补习班下课，有个同学喊我一块儿去吃饭，我一下车发现10几个那种流氓混混就把我俩给包围了，我才明白这孙子是骗我过来帮他打架，就很过分，让人没吃饭干体力活。我看那10几个彪形大汉，我说我这今天虽然吃不了，但好像要兜着走了啊。但我最生气的是对面10几个小混混，他就骗过来我一个人，这就意味着他的胜算不会增加1点，但是等会儿他的痛苦可以减少1半。就他这种做事方式，我瞬间就明白为什么他一个区初中生啊，会有10几个人想要打他。我在下车的第3秒就想背叛他，我想跟对面说，你们要的这个人我给你们带来了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对面这个混混老大，他一步走到我面前，用2根手指头重重的戳我，威胁我。他说不准动。我当时感觉他会点穴啊，
我一下就怂了，但我不想显得怂，所以我就鼓起勇气，用那种非常强硬的语气回应他。我回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，我说我不动。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太震撼了，他们说你不动你横啥呀？就他们原计划应该是不准动威胁我，我反抗，然后顺理成章开始对我进行殴打，结果我不动。我看着他们那个束手无策的样子，我就明白，就只要今天我不动，那我今天就不痛。但骗我来那个同伴，跟我性格不太一样，人家也不让他动，他立刻就还嘴，他说你别碰我。这就意味着对面要开始碰他了。很快他就被摁在地上一顿暴打，这个场面是越来越诡异，10几个人在打他，我在旁边站着一动不动，我在给他们站岗一样。我俩组成了一种很高级的投降方法，就是他挨打我替他立正。就我俩这个状态，旁边但凡再过来个路人，都得觉得哟这小伙子挺勇敢啊，就看热闹敢站这么近啊。我说我是不是得帮一帮他？但我发现以我的能力和胆量，我能给他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给他提供点眼神支持。我的眼神里是有语言的，我说这个加油啊，这个忍忍咱就不疼了。我甚至不敢说出来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嘴动他算不算动。打了足足2分多钟，他们都快打不动了。我那个同学被打的都快不动了，而我雷打不动。我们一群人离远了看，感觉这个一堆 GIF 动图里面夹了一张 JPG 呀。那个混混老大打着打着一抬头，发现我怎么还在这站着？他接下来一句话彻底震碎了我当天的全部自尊。他说：“你要没啥事儿，你先走吧。”各位，就这句话，他在群架里面很难出现的呀。它代表了对你懦弱的肯定，他坚信你留下来什么用都没有。这句话打到脸上太屈辱了。你要没啥事儿，你先走吧。虽然我听完确实走了，但那个感受很真实。我那天到家就2个感受，就是屈辱啊，但是不痛。虽然身体不痛，但很快这点事儿，班里几个男生就知道了。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在走廊里，每次看见我就那种嘲讽的语气跟我打招呼，看见我，哎，你会痛啊？更让我崩溃的是，班主任得知了打架这个事情以后的反应，他让我颜面扫地，他在全班同学面前通报表扬我，说徐某同学校外遭遇打架，对方一再挑衅，保持沉着冷静。我获得了一个新的外号，我同桌从此喊我一战到底。我说实话，那几年受了点影响，我一直很羡慕那些不太怂的人。直到去年得知一个消息，就是小时候骗我去打架的那个同学在去年被抓了。我一听这个罪名，我就乐出声了啊！罪名是诈骗。我当时说，我这点事儿追诉期这么长吗？但我又听说那个不让我动的混混老大，其实也犯过一点小事儿，但警察来了以后把他放走了，因为他认错态度良好。我一听就明白了，他从我身上学到不少。警察来了以后不准动，我不动。啊，那你没啥事儿，你先走吧。我觉得相比之下，我是不是过得太平稳了一点？我在那个最中二、最容易因为男子气概上头的年纪，我在打架里面选择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个主观不能动性啊。但这个性格也让我每天都能平安的回家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种不爱动的人一种宝贵的财产嘛啊，这就是我的不动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徐指导的表演。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
再次感谢，谢谢。能感受到今年新人的这个能量哈，确实其实我细想，他这个跟你这个小故事好像就是2-3分钟的一个事儿，但是是不是因为你站在那儿显得时间格外漫长，所以他其实翻了好多番儿是吧？而且我觉得跟第一轮的比较，可以说是又进了一层。首先我觉得那个徐指导讲话的声线啊，跟王建国特别像。长得也像是吗？你小时候也看80后长大的是不是？我99的啊，99的。那个，我看你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老觉得你小时候抱过我，知道吧？我和于博基本上是这个演员休息室里长得最老的2个人了，没有。真的就是，为什么现在的老师朋友们都这么成熟？包括他的尺寸、节奏。对，这于博大家说像张鹤伦，我之前收到一条观众 report 说我像高峰，然后。所以我觉得那个，首先我觉得徐指导在台上会有一种亲切感啊。第二个是，我觉得他其实塑造了一个舞台上的人物形象，就是那种有点怂，然后有点深沉智慧，然后又就这种。其实默默的，好像偷偷的在观察全世界，然后保护自己的这种舞台人物形象，我觉得是很生动、很鲜明的。然后第三呢，我觉得你的语言节奏特别好，比如他光那个动还是不动，就那几个节奏，我觉得其实是围绕着一个动词，然后你把这个不动从头到尾的贯穿下来，所以我觉得你的语言节奏是特别的好的。谢谢。就其实那个他在表演的时候，他讲述的这些心理活动，他就在影视当中是一个时间静止。对，就是比如说你要马上去做什么事儿了，然后这时候反复给你各种特写，然后你的 OS， 然后甚至说你的闪回，其实都在他那个刚才的那个表述当中，这个特别有意思。而且他刚才在讲这个事儿的话，就是你那个诈骗的那个同学那朋友，我一直在幻视翟佳宁，我就想的是老翟把你骗去了，然后他跟那挨打，你搁旁边给他站岗，特别有画面感。翟哥是不可能干这种事儿的，他要是真有这种事儿，他会告诉那个老徐，咱俩一块挨打去，就是他不会说咱俩吃饭去，然后让我在那挨打。咱俩一块干别人去。这10个人你还干谁呀？你给你吃黄焖鸡。特别好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就非常有画面感。谢谢。我特别喜欢，其实题材不在大小，也不管这个故事是什么样，它就是准确，它像白描似的，一笔一笔的画这么一个小圆圈，然后这个圆圈越画越小，但是每一笔都特别清晰，然后那个逻辑一点一点往里递进，我特别喜欢。关键是我觉得它就准确。他自己那个状态，他自己长得都准确，因为我从小到大我认识的所有怂人都长这样。建国老师从小没少挨欺负呀，这个就是特别准确，就是栩栩如生，音容笑貌都是我的童年阴影。我才26啊，我特别棒，我特别喜欢啊！谢谢马东老师啊。其实我听了你这一段表演，我觉得心里面很崇拜。我觉得每一个站上台的喜剧人，就是大家在讲这个的时候，都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可能有的听了很心疼，就是他其实小时候就会被欺负嘛，那可是听了又想笑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高级的智慧。真的，谢谢你带来的这个表演。谢谢。你儿子到了已经可以跟别人动手的年纪了吗？我觉得我大儿子10岁了，是不是快了？10岁好像还没哦。快了，也许已经动过手了，你不知道。你大儿子，你希望他是那个趴地下那个，还是希望是站着不动的那个？啊，我希望他赶快跑。大林，你小时候是趴地下那个还是站着那个？我都是那，你要没啥事你先走吧。就是我真的，我哥们儿说打架去骂人，然后我说我跟你一块儿去啊，他说你先走，你先走，就我想助拳都不让我去，然后后来他们在这打，我就在操场旁边围着看，我还想参加，就参加不了，人都看不上我。那马东老师你呢？你是走的还是？我压根儿就不去。我觉得徐指导这种类型的
本子，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很需要这样的本子，就它也像就是上一季小璐姐最后她拿出来的那个作品，就是叙述性的讲一个故事，哪怕它有的时候有些荒诞，有些夸张，但我觉得这也是脱口秀的一部分。我们是需要有一些个很鲜明的观点表达，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有这样强叙事的东西，我觉得很好，非常不错。文本，谢谢。主要我基本上只会写强叙事的段子，不是说只会，就是别的段子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怎么写，就是其实也很羡慕。这句话有点骄傲。不是，嗨，我就会写这样的，我在说我的欠缺不足。我们去年那个文本双子星是于翔宇跟小罗，我觉得今年就是我们徐指导。别，这个要占据一席了，对不对？占据一席，还有另外一位零减7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到时候。不是，那于翔宇是陨落了吗？这不也在吗？他也来。怎么就不能是3颗星呢？非得是你们构成一个3体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刘润成，非常开心看到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很开心啊，今年确实不一样了。去年节目结束之后，很多朋友就认识我嘛，也了解了我们家的产业。经常见面就喊我门2代，这还少开玩笑。但真有人在网上造谣说我家其实很有钱，我还挺难受的。还有人说我之所以能进总决赛，是因为写到了富航的合同里面。辟谣啊，没有什么背景，也没什么资源，小刘家里穷的还算是公开透明。当时我们住在店里面，说是店，其实就是一个街边的车库，完全密闭的空间，只有一个卷帘门。这就导致我从小就不相信圣诞老人会来我家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做不到静悄悄地进入我家。就那个卷帘门呢，那玩意儿一拉，全小区都醒了，全小区都知道我们家穷的叮当哐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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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响。但我从小对那个卷帘门就有很大的意见，因为我觉得太吵了，而且我们家就是做门的，为什么用一个这么差的门呢？我就很不服。有时候看那个门有点想哭。古话说得好，变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，胖子门窗家就用卷帘门。住在车库里面，生活却也是很不方便，洗澡也很不方便。那是冬天还好，把门一拉，拿个盆在里面洗；夏天就很麻烦，店里特别热。有2年我爸就特别嫌麻烦，他就直接让我在门口洗澡。你没有听错，门口洗澡，门口大马路上洗澡。其他小伙伴都去公共浴室洗澡，只有我公共场合就是我的浴室。但那会儿实在太小了，没什么羞耻感，也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。我都没注意那有个探头。我是洗干净了，电子眼越来越脏，天网恢恢，我全漏了。但我从小还是比较懂事的，一边在家里面店里面去帮忙照顾生意，一边去努力的学习。从小就知道，这是不锈钢，这是铝合金，这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米兰昆德拉有一本书叫《生活在别处》，我童年也是一本书，生活在车库，所以我就很想住在很高的地方，那是我的梦想。等我真有条件之后，前2年还没上节目，赚了一些钱，又工作了，我就想住高一点。我住在上海静安区的一个老房的7楼，可以便宜一点，演出方便一点。大家如果了解会知道，其实法律规定啊，一个房子没有电梯的话，只能修到6楼，但我住在7楼。严格来说，那段时间我住在法外之地。哎，那开发商很幽默，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他换了个说法，他说我们那个1楼是0楼，2楼是1楼，他说我住在6楼。我说你这个太厉害了，你不解决问题，你改变定义呀。
感觉小时候考试呢，问你什么饭店离小明200米，小明每分钟走50米，问你需要几分钟，你回答小明不去了。小明可以点外卖，今天想吃黄焖鸡。再配上一瓶乐宝啤酒，小明不再思考，今天只想玩好，放开玩 ，Why not？ 小明吃饱喝好，乐宝。老房子卫生间也特别小，只有1.4个平方，我很不习惯。要知道我小时候，那都是400多个平方，1.4个平方卫生间太小了。你们知道1.4个平方卫生间什么概念吗？就是我很难在里面摔死。是。有一次我在里面洗澡，脚一滑往后一倒，闭上一瞬间，我以为会倒地上流一地的血，睁开眼发现自己就这么卡墙上，整个人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一点伤都没有，全都是泡沫。太累了，那会儿每天就要爬7楼，真的很累。我观察过我身边所有7楼的邻居，没有人爬7楼是很开心的，就没有人爬7楼之前会大喊一声“Go Go Go， 出发了”。那段时间我只爱外卖小哥，毕竟爱是常觉亏欠。我那时候点外卖，主动把门打开，在门口等他，不舍得让他敲门，怕他没有力气。也怕他砸门的时候太有力气，然后我就发现，没有一个小哥可以做到无言独上7楼。他们话总是特别多，骂得我不敢下楼，一个人在寂寞梧桐区深院锁清秋。我那时候，我甚至可以通过听就判断一个小哥是不是跟我一样胖，不用看，听就可以。跟我一样胖的很好听，你就听那个脚步声，一开始还很欢快，是那种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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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一会儿会变成哒哒哒，然后会变成啊，一般这时候我手机就响了。我就听到小哥跟我说：“我到5楼了，你准备一下出来拿一下吧。”我说：“其实你在4楼。”你以为你在第5层，其实你在第4层，加油，再上2层楼。去年节目结束之后，我生活真的变好了很多，所以我终于完成了童年的梦想。我现在住在20楼，有电梯。这是上海吗？你们在干嘛？但我真的很开心，真的住在很高的地方，而且我们家现在卫生间也很宽敞。所以为了弥补我童年的遗憾，我现在每天洗5次澡，怕忘了在床头刻了一个早字。每天早上起来，我就吃早饭，洗早澡。但住得很高，也有我想象不到的地方。我有很严重的恐高症，以前完全不知道。我住过7楼，但那个7楼没有阳台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我现在每天晒衣服，那个腿抖的呀，衣服还没挂上去就干了，很讽刺。我觉得住上高楼才发现自己恐高。感觉就像屠龙勇士屠完恶龙，才发现比起公主，他更想保护动物。但我觉得这都是我可以接受的，因为我是一个有钱人，这是有钱人可以忍受的。有一天，我请我朋友来家里吃饭，他突然给我看了个新闻，他跟我说，高层住宅未来
即将变成贫民窟，这个我无法接受。但他讲的很有道理，我也听进去了。他给我举了很多例子，他说现在美国就这样子，这是一个城市化的趋势。现在美国在芝加哥市中心的高层已经住满了穷人，而那些有钱人早就搬到了郊区的别墅。他们平时最爱待的地方，就是他们家的车库。我被资本主义做局了。那一刻，说实话，真的还挺想哭的。我才发现，原来我在哪里哭，哪里就是贫民窟。就这样，我是刘文成，拜拜。谢谢刘仁成的表演。投票倒计时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阿成。你要先回应一下合同的问题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你越来越帅了。别整，别整。就大家看他这个表演的状态，包括我们之前也在说，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着急、上火、焦虑的一个人。今天有好点吗？今天好一点吧，因为昨天是想弃赛来着。没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就是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容易紧张，然后其实去年已经走到最后了，今年录到第2轮，但我每次上台都跟第一次上台一样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永远就是很稚嫩的一个人，感觉就是永远年轻。我说出来觉得有点不合适了这句话。我从小是班级里面那个就是很爱说话，但是轮到那种公共活动的话是轮不到我的，我不会去主持晚会，不会去表演节目，所以上台对我来说是很梦幻的事情，到现在也是一样，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很紧张。加油！那这次当上队长呢，对你是压力还是动力哪个比较多一些？都有吧，我觉得压力肯定很大，但是我发现第1轮队长全输了就好很多了。但动力也会有一些，我会帮朋友们去看看稿子，我很喜欢帮别人看稿子。正好说到这个压力、焦虑、创作带来的这种紧迫感，咱们问问那个喜剧监狱的监狱长马老师，你有焦虑吗？我非常焦虑，我这整个40个人里面没有他加起来没有1个人焦虑。回头我把阿成的微信推给您，他每天改自己微信的后缀。先把你屏蔽了，我跟你说，我最怕看人朋友圈那个散发焦虑了。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个作品，你知道，就是好作品，包括那边2位晋级那2位，他们整个好作品都有一个文学性，就是他有一个，在他这个文本之外的后面的那一句话一直贯穿着自己的作品。然后看他这个，就从小一直到回到那个富人愿意在别墅里面住车库的时候，你这个东西立刻就放到一起了。我觉得我特别喜欢，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跟你这个服装老师谈一谈。就是我知道你们家是做门窗，但是你不能把窗帘穿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还觉得挺好看的呢。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小时候审美留下的一些阴影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特别喜欢他这个作品，就是特别完整。其实我觉得挺开心能跟马东老师有这个机会的，因为我当年连续4年报名奇葩说，被淘汰了5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1年把我淘汰了之后，让我再试一次，又给我淘汰了。鞭尸。马东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也被淘汰过1次。真的？奇葩说吗？对，我去那儿就是大概跟人家辩论嘛，辩论了5分钟，然后对面看着我说：“你就是个大喇叭，大喇叭。”然后我就被淘汰了。对，他说我是大喇叭，我一辈子忘不了。他说我是大喇叭。佩岑姐也是第一次看阿成的现场演出吧？但因为他的造型让我想到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叫 Fluffy， 你们有看过吗？蓬松哥。对，蓬松哥，然后他也是讲的段子是比较纯净的，然后就带给大家欢乐。所以刚刚我就是感觉上，你刚刚说你在你的那个床头磕了一个枣，那你的表演在我心里磕了一个好。哎呀！哎呦！好甜哦，好甜哦，我好想学会这样讲话。我就特别希望天真把佩岑刚才这番话
给重复一遍。天真，你来一下，你来一下，你来一下。好啊。天真先把那个夹起来，先夹起来。在我心里刻了一个好。我们认识天真姐也有几年时间了，第一次听你这样说话。我以后都可以这样说话。好，杨天真真的有你们没见过那一面。我觉得那个阿成啊，我有个感受啊，今天你的这一场呢，让我觉得特别像蜕壳。就你知道那个螃蟹成长的过程，它是得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王八呢。就是你得蜕掉你那个壳，就是你上一场我能感受到你非常紧张。因为上一场，尤其是你又当队长，然后有那么多厉害的新演员突然出现，就是因为我没有你的朋友圈，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样传导焦虑的。他今天回去就会改成刘仁成（括号被侯佩岑夸奖版），就是我觉得。因为这个职业就是这样子的，他一定会经历我被看见、被喜欢、被争议，你会怀疑自己可能是不是观众不喜欢我了等等那一系列的过程，你才刚刚开始。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有风格也非常有观点的人，我觉得要坚定的相信自己，你肯定可以，加油，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。佩岑姐也是看得很开心，可能我也刚刚经历过一个竞技类的节目，然后我也是当了队长，我也是很怕被人看见的。但有时候我觉得焦虑会让我们更好，然后可能我们也不一定要压抑那个焦虑。我觉得站在台上，有时候焦虑会让你更战战兢兢的，就是你珍惜每一次的演出，这也是一件好事。我争取下次去浪姐。啊！开玩笑，继续拼。你放过湖南卫视吧，别争取了吧。我这边霍霍吧，还是。很精彩的演出，很精彩的演出。谢谢阿成，阿成也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。我们请阿成先回到对决区休息。接下来和这位朋友即将上场的这位女士啊，也要。希望大家多多的托举，好不好？我们掌声有请小海。大家好，我叫小海。谢谢。最近节目组给我们准备衣服啊，我发现很多衣服我都不敢穿，比如说我就不敢穿短裙，因为我害怕别人说我腿粗。其实也没多粗，就是不细。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。你没看清，你们再看一下。对。你们很善良。好 ，OK。对，我从来不敢露腿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的腿已经成了我的隐私部位。就对我来说，刚才的表演已经擦边了。有些衣服我不敢穿，有些衣服我不想穿。比如说，我就不想穿胸罩。别害怕，我现在穿着呢。我不想穿，是因为我前一阵体检得了乳腺结节，医生跟我说穿胸罩不利于血液循环，每天穿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8个小时。我说8个小时，谁能下班啊？我不可能上着班儿。领导正跟我谈话呢。我说，哟，8小时了，我的胸罩下班了。解脱了。而且夏天穿也很热，对吧？女生知道，几乎所有内衣里边都有一层厚厚的海绵。我夏天出门换衣服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胸，我都想跟他们说，胸大胸二啊，难为你们了。今天外边太热了，来把棉袄穿上吧。除了很热，也很麻烦，有时候晚上出去扔垃圾都得穿胸罩。有一次我觉得真的很麻烦，所以我就干脆戴了个口罩。
我觉得如果人只需要穿一件衣服，就是口罩。我甚至都可以只穿口罩。我打网约车就没有司机找不着我。司机说你穿的什么衣服呀 ？N95。我试过很多方法，怎么可以不穿？比如胸贴，但胸贴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就是出汗容易掉，所以我在台上从来不敢戴，我怕我在台上掉装备。我还得赶紧跪在上面说这是我护膝。胸贴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有时候我会过敏，人多我又不好意思挠，我就只能捶胸脯。有一次我看中国新说唱，我说 rapper 肯定带了。打招呼都是 Hey yo bra。我就特别羡慕有人敢不穿。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女生没有穿，我很佩服她的勇气。但就有人评论他说他这样扰民，我说他怎么就扰民了啊？他是在街上扫射别人吗？如果你觉得他扰民的话，你可以报警，对吧？你说警察这里有人扰民，警察说有噪音吗？什么噪音？是我脑子里肮脏的想法。他怎么就扰民了啊？如果不穿内衣扰民的话，那光膀子大爷是不是至少应该判个无期？同样都是不穿，你为啥不去评论一下光膀子大爷？好看，爱看，想谈。就是不想穿内衣这个事情，除了网友不理解，很多父母也不理解。有一次我跟我妈说我不想穿，我妈说正经人哪有不穿的？我当时我都变成那英了，我说这简直就是危言耸听。我妈还跟我说穿内衣有好处，她说穿内衣是为了保护女性安全。我说怎么保护啊？把里边钢丝抽出来把坏人扎死吗？内衣要是能保护女性安全，怎么没有人去庙里求个平安照？送给朋友说特意给你求了个祭照杯，保佑你逢凶化吉。记得一定要罩在头上，那才真正的好兆头。我第一次听说内衣能保护女性安全，怎么坏人最怕的是内衣吗？啊，两个流氓正要骚扰一个女生，女生挑起上肩带，流氓说快跑，有凶兆。咱俩分开跑，他一个能扣俩。我妈还跟我说穿内衣有好处，可以防止下垂。她说你看内衣广告说了，我们这个可以防止下垂，能够对抗重力。我说对抗重力，这么厉害的科技咋不用来发射火箭？回头采访马斯克说您登陆火星的秘密是什么？维多利亚的秘密。对，其实我说了这么多，我就是希望女生穿衣服能少一点束缚，多一点自由。本来我想说的话还有很多，但是我今天从出门到现在已经8个小时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海。谢谢小海精彩的表演，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还要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小海，我先多说一句我自己的感受。选择险峻的话题是演员的勇敢，但是能把险峻的话题讲得好笑，才是所有脱口秀演员追求的那个成功的标准。我想至少今天你做到了，谢谢你。
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，没有你们的笑声，没有任何一个笑话是成立的。谢谢你们支持他，谢谢。首先，小海，我想先问你，今天的观众反应是你预期中的吗？完全没有。因为我之前在开放麦之前试过几场，有几场就是冷到爆的，所以我今天的预期就是可能会冷到爆。所以我觉得今天也特别谢谢今天的观众，你们也给我了勇气，谢谢你们的肯定，谢谢。对，而且有几个男观众特别值得表扬。对，因为男观众一般开放麦或者演出是不会笑的，这他们也 get 不到，特别感谢你们，真懂喜剧，谢谢。因为我非常喜欢你选的这个话题啊，就是公开的讨论内衣啊、胸罩啊这个问题。其实，就像卫生巾啊、内衣这种话题，在过去的公开语境里，大家是很少把全名说出来的，好像这就是带着某一种私密的甚至羞耻感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可以公开的讨论这个话题，并且讨论我们就是不舒服、不舒适，我们有没有权利不穿它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。而且就如庞博所说，你讲的非常的好笑。我非常感谢你把这个自由的话题带到了这个舞台上，然后让我们每个女性都可以去思考一下，其实我可以不穿内衣的。谢谢你，谢谢天真老师。我觉得你特别的棒。谢谢佩森老师。首先，我想先跟你说，就算你的腿不细，也不会干预你的美，因为美是你自己定义的。其实我们这边有好多女生，我们都笑得特别大声。然后想要告诉你的是，你把我们的心声都讲出来了。希望你以后多把我们的心声可以化成幽默的方式，让大家知道，其实我们也是很辛苦的。所以，就算维多利亚的秘密也有可能可以登入到，也是很神圣的事情。以前我们不能说的事，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敞开来说，然后是可以很幽默风趣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佩岑老师，谢谢。我是觉得小海今天真的是让我完全刮目相看。而且，尤其今天咱探讨的这个议题的，我确实 get 到了。是，我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感同身受啊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小海，包括咱们第一期的王悦当时呢探讨的是痛经的问题，对，小海聊的是这胸罩问题，就是说，我们很希望就有人愿意给我们科普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很需要像你和王悦这样的人来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也很想了解，其实好多事儿就是你越不提它就好，越不能提似的。反而像你似的，你看我觉得你这个度把握的非常好，开诚布公、大大方方的，然后就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这说实话，我在家有时候也不爱穿衣裳，所以我跟我爸有时候不老见面的原因是因为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家里就一件褂子是吧？那也不是，就是我爸肯定不能接受他儿子光是在旁边站着，但是我自己在家就 OK。这确实也分场合嘛，对吧？我爸见我也穿衣服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您这个特别好，就是能够科普给所有，不管是男孩、女孩、中国人、外国人，大家都聊一聊这事儿，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，非常好，今天非常好。谢谢郭姐，您别客气，谢谢。你的出发点，你想说这件事儿的态度是特别真诚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个人，其实不在于他所选择的这个题材险峻还是不险峻，而是他是不是用一颗真心在讲我所想讲的事情。坐在底下听的人是在用心听还是在用脑子听？在用脑子听的时候，就会七叉八叉。如果你用心听，你就能知道那个人用心去讲的他自己那个观点，是可以建立沟通的。因为观点没有对错，或者对错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在认真的、真诚的讲他自己的观点，这个重要。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它核心的那个东西是，我们有一个舞台。让他发自本心的去讲他自己想讲的那个事情，我们同意就给他一些掌声，给他一些笑声，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那么多的欢愉，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。谢谢马东老师，特别棒。您这说的特别对，就是他想和别人沟通，想让别人往心里去。因为有的人站在这舞台上，就是我怎么看，我也不管你们爱怎么着，我当我就说我的，那样其实是一个无效沟通。但小海确实做到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有一个瞬间，我确实是梦回了若干年前《奇葩说》的那个现场，就是我被淘汰那场吗？我海选。哦，那时候我们不成熟。
我觉得就是非常感谢今天的观众，然后4位导师也是讲出了，我觉得他们说的话是我们演员最希望看到的观众的样子，就是你们知道我们想说什么，即便你们可能没有感受、不同意，但是你们也尊重我们表达的权利，你们是最完美的观众，谢谢你们。对。是的，我想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大家在小海演完就会看到他的本人的这个状态，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张扬的，在时时刻刻都非常勇敢的这么一个人，但是仍然选择在舞台上讲出这样的题材，并且用非常好笑的方式处理出来。我觉得他应该现在比谁都开心。我们能看到你也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，恭喜你。那对决仍在继续，我们也暂时先不公布你的票数，请先回到对战区等待。就像最开始说的，这一场会是一个激烈的3人对决。下一位也是最后要出场的这位演员，也是今年的新人朋友，我们掌声有请岳明。第一场就是信心大减。岳明158票，欢迎岳明回到比赛当中。我心情好复杂呀。然后第2场就想，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，想把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表现出来，然后直接就把后面的演出都推掉了，提前来上海适应一下开放麦的环境什么的。岳明是这样的，岳明为自己搞得焦虑的时候，就会做一个这个。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好吗？这个是岳明老师为我们亲手打造的 logo， 一颗苹果。对，会。哎，明天我们上去我们就带着这个。我不得不问，这个做了多久？其实很好做的，半个小时一个。半个小时一个，然后现在这个大概是3万。都不睡觉，俩狗。还是希望第2场能打一个翻身仗吧，希望尽自己的全力去展示，不让自己后悔。大家好，我是岳明。你知道你们刚才喊冠军的时候我多崩溃吗？你们笑得越大声，我越笑不出来。我说实话，我选他们俩啊，单纯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他们一个天天在朋友圈焦虑，一个天天跟我说我稿子不行，我稿子不行。我感觉我都信了，就我信了。他不是稿子不行，是我脑子不行了。咋往下讲？说说我脑子不行的事儿吧。我这个人确实脑子不太行，特别容易被骗。前段时间被骗了4万4。我当时我就想，我太笨了，我太笨，但是我好有钱呢。太有钱了，4万多啥没干，就换这么一套段子。所以大家不用同情我，不用太悲伤，就笑。你们不笑，我回不了本儿。其实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，我为什么想说？我就是希望能帮一个是一个。咱别遇上这种事儿，因为很多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他觉得自己不会被骗。那是你没碰上合适的。真命骗子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咔咔给人打钱，太上头。我就是碰到真命骗子了。那个骗子就在微博上冒充我一个在埃及旅游的朋友，管我借钱买回国的机票，要1万8。我真去查了，真是1万8。他没有骗我，所以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他打过去了。我还跟他说，我说赶紧抢。特价票不好抢，结果过了一会儿，他管我要第2笔钱，第2笔钱要2万6。我说你不会被骗了吧？他说你放心，我不会被骗的。我说那没有问题啊。我说那这
这2万6是什么钱？他说刚才抢经济舱没有抢到，想升个舱。我就说特价票不好抢。我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他打过去了。我说这次可不要抢不到了哦，小笨蛋。结果过了一会儿，他管我要第3笔钱，要3万。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钱了。我说这个又是什么钱？他说是托运费。我说托运木乃伊也要3万。我后来想，木乃伊可能是埃及的土特产，所以二话没说我就去借钱了啊！我就去找我们共同朋友借钱。共同朋友说你被骗了，你赶紧打电话报警吧。我说打电话报警，他们能借我3万吗？啊，开玩笑，报警了。报警之后，说实话，挺难受的，挺难受，心里不得劲儿，感觉很委屈。我就想让我妈安慰我一下，我就给我妈打电话，电话一通我就绷不住，我开始哭。我妈说你说话啊！我妈说你把水壶关下。这么大人能被骗啊？然后我妈开始问我怎么被骗的，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、被骗多少钱、什么银行卡号多少。我说实话，就这些问题啊，骗子都问过。问到后面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我的妈妈。我说你给我打200块钱，她说你滚。是我妈啊。但是确实跟我妈聊完之后心情好很多，然后就挂了电话之后自己冷静了一下。结果我爸下班之后听说了这个事情，我爸又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怎么被骗的，什么时间什么。我觉得我爸是关心我的，所以我跟我爸又说了一遍。然后我老舅又给我打电话，我说老舅，你现在就把这个电话给我挂了，我现在就在家族群里开一个群通话。我再说一遍，最后一遍，你把这遍给我录下来，你去给我姥爷上坟的时候给他再放一遍。哎，说实话，感觉自己被骗完一次之后，感觉成电信诈骗的 VIP 客户了。他们有什么骗术都得让我体验一下。我每次接陌生电话，不是法院的传票，就淘宝退货，要不各种白条、机场改签，全是诈骗，所以我对陌生电话非常抵触。我有次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就4个字：陌生电话，都给我气笑了。我说你们就我一个受害者吗？啊，可着我一直羊薅啊，薅秃了，我很生气，我接起来我要骂他。我说喂，他说哎你好，我说干嘛？干嘛？他说你在哪儿？我在你爹坟里。来，我弄死你！来，妈，那你这外卖给放哪儿？对不起啊。那天差点饿死，但是不能赖我，那段时间确实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有点抑郁了。因为你看我被骗，我帮别人被骗呢，我3观都毁了，天天让我助人为乐，乐不出来，天天在家以泪洗面，说为什么好人没好报，为什么帮助别人受伤的是我，再也不当好人了，我要当坏人，我以后我就随地大小便，随地吐痰，不给老人让座，坏死他们。我说实话，那段时间我觉得我的善良一文不值。我朋友说值4万4呢。当然，我说这个事情也是希望大家以我为戒啊，但是不要可着我一个人戒好吗？谢谢大家，我是月平。谢谢
谢谢岳明的表演。